Heart beats fast, colors and promise. 麻烦往这边挪一点，对称一些。How to be brave? How can I love when I'm 老师，我今天结婚了。你结婚了？陆婷，3年了，你当初为了这个女人隐姓埋名，如今修成正果，之后是不是也该考虑回来了？陆婷，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可是百年难遇的商业奇才，你一句话全国商界都要震3震。现在你居然因为那个女人的一句话要辞职？老师，这几年我为集团打下万亿江山，现在我只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而且暮雪她真的不是为了我的钱，她也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老师，我正想跟你说呢，结婚后我想给暮雪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打算重新出山。你确定你要重新出山？好，很好。陆婷，星汉资本总裁的位置我可一直都给你留着。爸，这就是您念叨了上万次的天才，听声音挺普通的。普通？若冰，你不懂，陆婷绝对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商业奇才，只要她一句话，整个江省豪门都得跪下听令。不过听说陆婷的这个女朋友好像不太简单啊。不简单。不管了，若冰，立刻去把存在瑞士银行的极品药变天目蝉取出来做贺礼，再通知江省商界，陆婷要回归了。你说什么？陆总在江城结婚，还要重归商界？快把我拍下的那尊金佛包起来，马上备车去酒店。是，吴总。暮雪，你看这酒店墙皮都快掉下来了。我兄弟结婚哪个不是6、7星级酒店包场？陆婷这穷酸样也太委屈你了。子轩，陆婷这3年为了照顾我都没去工作，确实没什么钱，将就一下。将就？暮雪，男人最懂男人，他陆婷在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婚礼都这样将就，那到了婚后你得受多少委屈？暮雪，要不你这样，一会儿他来了，你听我的，让我来给他个下马威，这样你们俩结婚后才能好好的拿捏他。那一会儿我听你的。放心吧，暮雪，咱俩从小玩到大，认识这么久，我还能害你不成？今天这婚，我一定替你好好把把关。军哥，恭喜你啊！今天终于抱得美人归了。嫂子当年可是咱们大学公认的校花，真是羡慕死兄弟们了。军哥，以后你可就享福了。暮雪，我来接你了。暮雪，哟，陆婷，这么着急啊？不过你是不是太心急了？懂不懂接亲的规矩？开门礼准备了吗？没诚意。对，子轩，是我太急了，差点都忘了，这是开门礼，一点心意，大家讨个吉利。暮雪，才8888，他陆婷这是打发要饭的呢。啊，8000多，子轩，这不是挺多的了吗？可是8000多真的太多了。哎呀，暮雪，你想什么呢？8点哪里多了？我朋友结婚开门礼都是10几万起步，你这8000多传出去多没面子啊！而且他这3年在你们家白吃白喝的，结婚都不花钱，你还指望他以后怎么对你好？这传出去好像确实丢人。那子轩现在该怎么办？暮雪，你听我的，今天必须给陆婷一个下马威，好好拿捏她。可是什么？暮雪，你这么漂亮，掉价的事咱可不干。传出去，你以后还怎么在朋友面前抬头？那你看着办吧，我全听你的。你放心吧，咱们可是青梅竹马，不会害你的。这事儿我替你出头。子轩，怎么样了？现在我们能进去了吗？再晚一点，即时可救。陆婷，8000块钱，你就想让暮雪开门跟你走？你是不是想的太美了一点？子轩，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陆婷，结婚可是穆雪一辈子的大事，这结婚的开门费，我同学朋友结婚最低都没有低于1万。那些人的老婆都还没穆雪一半好看呢，你就给8000块钱，也太糊弄人了。原来是这样，不好意思，子轩，我的错，是我没搞清楚规矩。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道歉。这样，我是穆雪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我们俩的感情比你和穆雪都深厚。今天穆雪出嫁，娘家人就得由我来代表，这开门礼的数额也由我来定。你来定？怎么，陆婷，我和穆雪的关系，你难道还不知道？知道。行，子轩，你既然代表穆雪，那你直说，到底要多少开门费才算吉利？陆婷，大家都是熟人，我林子轩也不是故意刁难别人。看在你态度还算诚恳的份上，我也不为难你了。行，谢谢你了，你开个价。这样吧，我也绝不多要，就按我一个朋友结婚的标准来，好吧？只要你能再拿出这个数，我马上给你开门。再拿3000？行，没问题。子轩，我现在就拿。陆婷，3000块钱，你做梦的！我说的是388888，少一个子儿都不行。388888，多少？38.8万！林子轩，你从哪儿听来的规矩？江城谁家结婚，开门费就要38.8万？你当这是在抢银行？婷哥，子轩，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对吗？38.8万的开门费，这也太多了。开玩笑，陆婷，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家穆雪可是公认的大校花，38.8万都已经算是少要的。我朋友他们哪个不是这个价钱？子轩，这3年我辞职在家，全心全意照顾穆雪的起居。我的情况你也知道，买房买车和办这场婚礼，已经花光了我手头的活期存款了。而且吉时马上就快到了，宾客和长辈们都在那边等着。你先让开，让穆雪先出来把婚礼办完。这笔钱我回头一定一分不少的补上，行吗？不行，陆婷，大家都是男人，你心里想的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晚给的礼数那还能叫礼数吗？况且今天穆雪跟你出了这个门，谁知道你后面还会不会？林子轩，你简直就是存心搅局！我搅局？我难道不是为了穆雪的终生幸福着想吗？8000块钱就想让穆雪出门？那以后说起这件事儿，穆雪在她那些名媛闺蜜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她的面子往哪搁？少废话，陆婷，你就说这38.8万你到底给还是不给？不给，穆雪今天就一定不会跟你出这个门。林子轩，林子轩，你让开！我不跟你说，我要和穆雪说。陆婷，你什么意思？我可是穆雪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我现在嘛代表的就是穆雪的意思。你连这点钱都拿不出，今天就别想踏进这个门半步。穆雪，你能听到吗？你先开门，有什么事我们进去再说。其实真的要错去了。陆婷，子轩说的对，结婚是我一辈子的大事，你要是连这点开门费都拿不出来，以后我还怎么在朋友圈里做人？钱的事儿，你要不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陆婷，听见没？穆雪发话了，别人结婚带现金带金条，你拿个空壳子就想把堂堂校花接走，赶紧滚出去凑钱，凑不够钱，你今天就打光棍吧！没钱还想娶媳妇儿？好，这个钱我给。小丁，你现在马上去楼下的银行网点，帮我把这张卡里的最后30万货期全部取出来。听哥，你怎么想的？那林子轩摆明了就是在刁难你啊！你真打算给啊？快去吧，别说了，客人们都还在等着呢，先把婚结了再说。怎么样，穆雪？我说的没错吧？对付男人就得一开始把他拿捏的死死的，不然他还不把你这校花当回事呢。子轩，还是你靠谱。要不是有你这个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米在，我今天肯定要吃大亏的。这事就交给你了。放心，穆雪，这38.8万
我保证一分不少给你敲出来。爸，陆婷结婚，咱们不应该是直接去婚宴那边吗？为什么要来这个接亲酒店？若冰，你不懂，按照咱们江城的习俗，接亲这么重要的环节，男方肯定是要有长辈在场的。陆婷她一介孤儿，无依无靠，当年她既然尊称我一声老师，那她结婚，我自然要来给她撑起这个排场。原来如此。喂，苏叔苏姨妈，本来这大喜的日子不想跟你们告状的，但是那个林子轩真的太过分了，他堵在门口，居然管婷哥要38.8万的开门礼。什么？38.8万的开门礼？我就知道林子轩那个小兔崽子不是这么好捣。小丁，你们那边先别急，我和你阿姨马上打车过去。知道了，叔。那等你们过来，我现在先去旁边银行把婷哥最后的30万底子取出来。38万的开门礼，若冰，咱们江城的开门礼什么时候涨到这么高了？爸，一般没这么多的，意思一下，几千块钱就可以了。有点意思。你们留在楼下，若冰，你跟我上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能让陆婷隐姓埋名3年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婷哥，30万全在这儿了。暮雪，钱我已拿来了，你快开门，再晚可就真要错过吉时了。等一下，陆婷，怎么才30万？我刚刚说的不是38.8万，还有8.8万呢。陆婷，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让你去凑钱吗？暮雪，彩礼、婚宴五金还有车房的钱，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了。这30万真的是我最后的极限了。而且你也知道，我这些年都没去工作，每个月还要给你钱花销。住口！陆婷，这些钱不都是你自己要给我花的吗？我又没有逼你。而且，你不是说你之前是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吗？怎么可能连8万块钱都没有？说得对，陆婷，你当着开门礼是去菜市场买菜呢，还能给你抹零？30万还差88888，一分都不能少，不然你休想让暮雪走出这个门。暮雪，你相信我，我真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现在是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啊。暮雪，你别信他的鬼话，都是男人，我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算不工作，以前肯定也攒了不少私房钱，他怎么可能连8万块都拿不出来？我看他就是故意不想给而已。怎么可能，暮雪？我要是不想给，我怎么可能还会把这30万给取出来？暮雪，你说句话呀！对啊，子轩，陆婷她都拿出30万了。暮雪，你别糊涂啊！你忘记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了？我看他现在就是想跟你耗时间，想拖到把你接出门，等生米煮成熟饭了，他就可以反悔赖账了。林子轩，我发誓，我身上去取出来的钱，真的只有这30万了。算我求你，你先让暮雪出来好不好？等婚礼结束，我一定单独给你包个大红包，行吗？陆婷，你少拿红包来恶心我，谁稀罕你的臭钱？我是暮雪的好哥们儿，青梅竹马，我都是为了暮雪好，连这几万块的都不愿意出，你这不是存心让暮雪以后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吗？林子轩，林子轩，你够了，陆婷，子轩说的对，结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你连这8万8的差价都要糊弄过去，难道我苏暮雪在你心里连这点钱都不值吗？暮雪，你行了，陆婷，你没听见吗？暮雪说了，
这88888少1分都不行。再说了，卡里没钱又怎么了？今天你这些朋友什么的来了，不是挺多的吗？你找他们一个一个凑个88000不就行了？林子轩，你说让我陆婷在这大喜的日子找人借钱？林子轩，哪有人结婚当天被逼着找人借钱啊？你一个大男人，死皮赖脸堵在伴娘的位置也就算了，还挑拨嫂子和婷哥的关系，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来，你给我让开！小丁，你先别冲动。暮雪，我陆婷敢对天发誓，我对你真的是一片真心，也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糊弄你。但是现在，我卡里真就只剩下这30万了。况且，婚礼上找朋友借钱接亲，传出去，我陆婷以后还怎么做人啊？哼，你怎么做人，关我和暮雪什么事？我在乎的只是暮雪有没有吃亏。况且，没了这88000块钱，暮雪以后就有面子了吗？林子轩，你少在这里放屁！你这根本就不是为了暮雪好，你就是在存心搅局。陆婷，你这叫什么话？你的意思是说我林子轩是故意要在你的婚礼上搞破坏？陆婷，你搞清楚，我要是想搞破坏，当年大学的时候，你信不信你连认识暮雪的机会都没有？你以为我想为难你？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暮雪好？你现在居然还敢吼我！暮雪，你看，这就是你找的对象，为了8万块钱，一言不合就又是想动手又是吼人。我现在代表的可是你，他吼我不就是在吼你吗？暮雪，我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林子轩在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陆婷，你吼子轩干什么？子轩全心全意为我着想，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你既然拿不出钱，那就赶紧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88000的差价必须凑齐，别再磨叽了，不然以后我怎么才能在我那些朋友面前抬起头？苏暮雪，你确定就因为这88880块钱，要让我大婚当天去当众借钱？不然呢，陆婷，我劝你还是早点去吧，不然暮雪今天绝对不会踏出这个门。这女人果然不简单。林子轩，你给我住嘴！林子轩，你给我住嘴！爸妈，爸妈，你们不是在婚宴上，怎么来这里了？我和你妈要是再不来，你们还不知道要胡闹成什么样子。林子轩，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开门礼38万，我在江城这么多年就没有听过这么高的价格，而且陆婷都已经给了30万了，你还要他怎么样？林子轩，我就知道你这个搅屎棍没安好心，你从小就打我们家暮雪的主意。我看暮雪嫁给陆婷，你就故意来捣乱是不是？苏叔苏姨，你们这话说的可就太伤人了。咱们俩家邻里邻亲的，你们可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的为人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这么做难道不都是为了暮雪好吗？再说了，我什么时候打过暮雪主意了？我要是真想打暮雪主意，哪里还有他陆婷什么事儿？你就是爸妈，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子轩？子轩和我一起长大，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也是在帮我争取婚后的地位，你们说他干嘛？暮雪，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你是不是疯了？好坏都不分了。叔叔阿姨，这件事儿你们就别管了。暮雪都知道我是为了她好，这事儿听我的就行了。赶紧下楼去吧。对，爸妈，今天陆婷要是凑不到这88000，我苏暮雪绝不会出这个门。作孽呀！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分不清好歹的东西？爸妈，你们两个先别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这88000我去借就是了。这苏暮雪和林子轩虽然不像个人，不过这俩老人家倒是不错。好了，若冰，时机差不多了，我们过去吧，可不能让陆婷再这样被欺负下去了。
暮雪，我借到钱了，88888，我手机转给你吧。现在已经耽误这么久了，宾客们都要等急了。陆婷，你早这样不就结了，非要闹得大家都不好看。不过，既然这8万块钱是你借来的，那我这里还有最后一步手续。既然这88000是你婚前借的，那就是你一个人债。所以，这份债务独担协议你签了吧，证明这笔钱跟我们家暮雪没有半毛钱关系，也得你自己一个人还。婚前债务独担协议。林子轩，你准备的这么齐全，你今天到底还想干什么？暮雪，听爸妈的话，先回房歇会儿。你先给我回屋子冷静冷静。别废话，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暮雪好，总不能到时候跟你一起还债吧？赶紧把协议签了吧。你要是不签，不仅门不开，这婚你也甭结了。陆婷，子轩说的没错，我是清清白白嫁给你的，总不能一进门就跟着你背一身的债吧？签了吧。好，我签。但林子轩，我也警告你，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一会儿我的一位长辈就要到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生命中最敬重的人。等他来了，你最好把嘴闭严实，绝对不许再搞其他的幺蛾子。我不希望让他看到这种乌烟瘴气的场面。暮雪，他那个什么长辈是干嘛的？多大来头啊，这么狂？我不知道，以前远远见过一次，就穿个破旧唐装，看着挺普通的个老头吧。哈哈，我还当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也是个穷酸老头。陆婷，你还敢警告我？我告诉你，今天你那什么长辈来了，见面礼和红包要是少了1分，我连他一起赶出去，让他知道规矩。怎么，似乎有人对我很不满意呀？老头儿，你谁呀你？挺大岁数了，别多管闲事。林子轩，你放尊重点，这是我恩师，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长辈。哟，这就是你那穷酸长辈啊，来的正好。既然陆婷刚才签那个债务协议签的不情不愿的，那你这个做长辈的就替他把这88000差价的欠条给签了吧。林子轩，你怎么跟我老师说话的？你敢让我老师打欠条？陆婷，你吼什么吼？子轩代表的是我的意思。既然你没钱，让你长辈签个字做担保怎么了？穷就穷，脾气还这么大。再说了，你看你那个什么长辈，一身的寒酸气，连份像样的见面礼都没带，签个字委屈他了吗？老东西，听到没？赶紧把欠条签了。你要是不签，今天这门谁也别想进。子轩，算阿姨求你了，这可是暮雪的大喜日子，你能不能别闹了？客人们都在等着呢，这让人家男方长辈多难堪呀！苏姨，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我这可是在给暮雪、给你们苏家争取婚后的地位。难道你想看暮雪一过门就被这种抠门的一家人欺负吗？妈，你就别管了，子轩全心全意为我好，您别在这捣乱行不行？警察有的是时间，不差这一会儿。暮雪，你……陆婷，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爱，这就是你当初不惜跟我翻脸，也要辞去星河资本总裁的位置，在你最青春的年华，当了3年家庭主妇，也要娶回家的女人。老师，对不起。星汉资本总裁，老疯子，你是不是在这演戏演上瘾了？陆婷要真是什么总裁，能被这88000逼成这副穷酸样，老子还是世界首富呢！老人家，醒醒吧！就算陆婷这3年没有工作又如何？真爱也得谈钱啊！连这点差价都不愿意出，怎么证明他爱暮雪？赶紧把欠条签了，别耽误了我们的吉时。陆婷，你到底还要磨蹭到什么时候？只是一个债务协议而已，我想要的只是一个态度，你连这点态度都不愿意给吗？还是说，你就是和子轩说的一样，还要让我跟你一起还这88000？对，老家伙，赶紧签，不然今天暮雪绝对出不了这个门。我倒是从未想过，我唐明远居然还有为了区8万块也要打欠条的一天。让你打你就赶紧打，别在那装神弄鬼。
不然今天这婚陆婷就结不了我说的。行，既然关系到陆婷的婚姻大事，那这欠条要签。够了！苏沐雪，态度，老子现在就给你态度！苏沐雪，你要态度是吗？这3年我为了你当家庭主妇，3万彩礼，车子屋全加了你的名字。为了你林子轩一句话，我连最后的30万货息都取空了。可你呢？你纵容他逼我最敬重的恩师协调，你还要一点脸吗？陆婷，子轩也是为了我好，你凭什么吼得这么难听？沐雪，别听他搞道德绑架，采车房这本来就是他该做的分内事儿。哪个男人结婚不花钱？他有脸在这大呼小叫，换个有本事的男人，能做的比他好10000倍。对，陆婷，如果我不嫁给你，凭我这张脸能嫁的比现在好10000倍。你以为我苏沐雪就真的非你不可吗？行，苏沐雪，那你就去嫁别人，这婚我不结也不娶了，行吗？陆婷，你给我回来！陆婷，你站住！陆婷，你什么意思？子轩不就说了你老实2句，你至于在这大喜的日子当众翻脸吗？你到底还爱不爱我？我翻脸？苏沐雪，你有什么脸问这种话？刚刚我被林子轩百般刁难的时候，你在哪里？他肆意践踏我一个男人尊严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他逼着我恩师写欠条的时候，你又在哪里？陆婷，我不许你这么说。子轩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他怕我过门后受委屈，帮我争取婚后地位，你凭什么骂他？就是陆婷，你个软饭男有什么资格给沐雪甩脸色？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心里没数吗？林子轩，把你脏手给我拿开！再敢碰我一下，信不信我废了你？陆婷，你打我！沐雪，他打我！我现在代表的可是你，他打我不就等于在打你吗？陆婷，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你居然打人，你算什么男人？你管刚才那叫打？苏沐雪，你给老子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他妈才叫打！苏沐雪，看清楚了，你才叫动手。陆婷，你林子轩，你这个搅屎棍，给我闭嘴！你到底闹够了没有？今天是我苏家嫁女儿，这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做主。爸，你干嘛？子轩全心全意为了我好，现在他被陆婷这个外人打了，你不帮也就算了，怎么还联合别人反过来骂他？就是啊，说沐雪从小到大可都是公认的美女，凭着她的条件，要不是嫁的是陆婷，随便嫁给谁，彩礼少说也是100万打底。我让陆婷个38万8的开门礼怎么了？我都是为了沐雪好啊！我呸！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林子轩，我看你摆明了就是嫉妒婷哥能娶到苏沐雪，所以你才故意刁难婷哥。你放屁！我嫉妒？我和沐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要是真对沐雪有想法，轮得到她陆婷吗？再说了，你看她陆婷哪有一点男人的样子？结个婚请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说什么最敬重的老师，结果呢？陆婷结婚，身为长辈，2份像样的改口费都没准备，你让我怎么放心沐雪嫁给他陆婷？子轩说的没错。是吗？谁告诉你的？老头子，我还没准备的。把东西都拿上来。准备。老头凭你全身上下连个品牌标签都没有，夜市路边摊上9块9的货色，你能准备个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台上来，老头，小姐，你们俩
不会以为拿个对讲机就真能装大款了吧？夜市9块9，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爸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用顶级蜀南贡缎做的，由3蜀中苏绣非遗传承人历时9个月全手工缝制的全球唯一孤品。他手腕大拇指上戴的扳指是价值500万的清代帝王绿老料，这一身行头加在一起，少说也得1800万。我爸这辈子再落魄，身上的穿着也没有少于100万。我说小姐，吹牛你好歹也打打草稿啊！1800万，你不会是短剧看多了，把脑子给看坏了吧？他要是这么牛的话，3年前陆婷她能心甘情愿的在苏家当3年不干活，天天洗衣服做饭的软饭男，家庭主妇哦。行了行了，老头儿，别装了，知道你生活不容易，我劝你还是把这个欠条签了吧，不然等下婚宴上，你别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了。林子轩，你够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羞辱我恩师一句，信不信今天老子让你横着从这里出去？我就说了怎么着，陆婷，你少在这跟老子大呼小叫！我今天把话明明白白撂在这儿，这开门提的欠条，这老头今天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不然，你难道真想让我们家暮雪跟着你一起还债吗？至于这婚礼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同样也得看我的态度。好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既然你们全家都嫌弃我们陆婷家里穷，觉得老头子我准备不怎么样见面礼了，那今天老头子我就先让你们这群蝼蚁长长眼。陆婷，我和暮雪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态度而已，你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行，我今天倒想好好看看你叫来这个老头到底能拿出什么东西。我的天哪，钱全都是连号的新钞票，光这一个箱子怕是得有好几百万了吧？继续，把剩下的全给老头子打开。老师，您这是要把我的婚礼变成董事会吗？是。金条，全是实心的纯金条，还有1000万级别的顶级庄园产权证和限定超闯钥匙。这是超长什么说呀？现金688万，9根实心金条，以及3套顶级庄园别墅。除了这些，还有这份星汉资本的最高股权转账、总裁任命协议，以及这尊价值8000万的绝世孤旗曜变天幕扇。二位，不知道我爸准备的这些贺礼，够不够你们所说的分量？天哪，好多钱！莫非刚刚这位老先生说的都是真的？陆婷她确实是为了暮雪，放弃了一个市值1000亿集团的总裁位置，任劳任怨给暮雪当了3年家庭主妇。作孽呀！这可是泼天的富贵啊！我看这小伙子肯定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是隐瞒了1000亿财阀的身份，在考验这小女娃呢。结果就为了这个作死的男闺蜜，到手的豪门阔太位置都没了。是啊，谁能想到陆婷一个天天洗衣做饭的软饭男，背后居然有这种通天的背景。暮雪算是彻底完了，她刚刚但凡站出来替陆婷说半句话，这些金山银山就全都是她的了。怎么会这样？这些东西本来全都是我的，我差一点就能成为真的顶级名媛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陆婷明明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穷鬼，他的老师怎么可能这么有钱？怎么，看到这些东西才知道后悔吗？刚刚你这个所谓的最好闺蜜对我这个老头子百般羞辱，逼我写欠条的时候，你作为陆婷未来的妻子，可曾替老头子我说过半个字？子轩，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对不对？我的豪门太太名誉身份都被你毁了。要变天目干！子轩，看准了，这就是价值8000万的曜变天目毡，刚被我们江城首富胡总一掷千金拍下。雪雪，你先别激动，千万别被这群骗子给骗了。他们不是说这是价值8000万曜天门干吗？不过前几天我可是听说了，真正的曜变天门干前几天才刚被江城首富胡总花了8000万拍走，现在还锁在他的私人金库里呢。我说老头儿，小姐，真品在胡总手里，那你们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相比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陆婷，不得不说，你请来的这个老师还有这位小姐，演起戏来还是挺专业的嘛。要不是我刚好知道这件事，没准还真被你们骗到了呢。只产8000万的灯是假的，子轩，既然这盏灯是假的，那你快帮我看看，这些钱和金条是不是也是假的？暮雪，那还用问吗？我敢保证，这绝对是陆婷精心策划的一场连环诈骗现场，目的就是想让你婚后对她死心塌地呢。陆婷，我真的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真的让我感到恶心。林子轩，你放屁！我陆婷怎么可能会是那种小人？而且我老师拿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是假货？你说的不错，前几天真正的曜变天盟展确实是被胡总以8000万的价格拍下。不过井底之蛙岂知天高地厚，这曜变天盟展其实就是胡总2天前送给我爸的，有什么问题吗？不是吧，小姐，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呀？还胡总送的？你们知道胡总是谁吗？那可是我们江省的首富，他凭什么把这8000多万的东西送给你们？既然你们还要嘴硬下去，也行。我的好哥们今天正好就在旁边主持古董品鉴会，他可是咱们江城鼎鼎大名的拍卖行首席鉴定师，我就让他上来当众打奖，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们这群骗子还敢不敢继续嘴硬？喂，大刘，赶快带上你的专业工具来我这边。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个穷叫花子拿着前几天拍卖的那尊曜变天目毡的同款假货，在这里装大款骗婚呢，快来拆穿他们！大刘，你快给在场的人长长眼，这穷逼非说这玩意儿是真正的曜变天目毡，你看看这成色，多好笑！这纹理和火石红高仿的确实挺真，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不过高仿永远也只是高仿，真正的曜变天目毡可是我前几天亲眼看到，是我们江城的首富胡总给拍了下来，我用我10年的职业生涯做担保，这就是个一文不值的山寨烂货。听到了吗，陆婷？这就是假货！大刘，快报警！这群诈骗犯全部给抓起来！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还敢拿这么多的假钞出来，不是诈骗团伙又是什么？林子轩，你知道你刚刚干了什么吗？这可是价值8000万的正品，你和你的这位鉴定师朋友就等着赔到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吧！吹牛逼也不嫌塞牙缝，老子就是干这行的，少拿这种话来吓我！哼，假货永远是假货。我告诉你们，我公司的老总就是胡总，你们这群人拿着这么个假货在这里招摇撞骗，简直就是不把胡总放在眼里。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打给胡总，让你们全部人都别想站着走出去。胡硕，我看你也不用打电话了。胡硕他刚刚还给我发了短信，说要亲自过来给我贺喜的，这会儿估计都要到了。憋，继续憋！不知死活的穷叫花子，我现在就给胡总的总助打电话，我倒要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收场。对，大刘，赶紧打电话，等胡总带人到了，老子要看看这群诈骗犯该怎么办。陆婷，
你不是当着我爸妈的面承诺过，这辈子永远都不会骗我吗？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在我们结婚的日子，带着一群演员和一堆假钞来践踏、羞辱我的婚礼。苏沐雪，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虚荣心强了一点，看在3年的感情上，我处处忍让，但我今天算彻底开眼了，你根本不是虚荣，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不分好歹的猪脑子。多跟你费一个字，我都觉得是把老子自己的智商丢在地上踩。我猪脑子，陆婷，你能不能别装了？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连前途都不要了，其实就是想为了骗我这种级别美女，低价嫁进你们家，好让我一辈子心甘情愿给你当免费的廉价保姆吧。够了，苏沐雪，低价下嫁，免费保姆，骗你低价成婚，你配吗？陆婷，你敢骂我？陆婷，都死到临头了，你居然还在这儿哄沐雪。大刘现在可是已经给胡总的人打完电话了，等警察到了，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是吗？我倒要看看，等下是谁牢底坐穿。这些人是谁啊？不知道啊，不会真是林子轩说的，是那个胡总的人吧？如果真是那个胡总的人，那岂不是说婷哥他们说的确实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看到了吗，陆婷，胡总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这下还怎么继续编？老董事长好，陆总好。怎么可能？有眼无珠的井底之蛙，林子轩，因你恶意损毁了俄老董事长亲授、价值整整8000万的至宝曜变天幕斩。现在，我代表星汉资本最高法务部正式通知你，我们将追究到底。星汉资本法务8000万，陆婷，你这个老师真是星汉资本的掌权人？那个星汉集团估值真的破1000亿，你也真的是星汉资本的总裁？是，我就是当年一句话就能让整个商界震3震，单枪匹马为星汉资本打下1/3江山的传奇总裁陆婷。沐雪，这3年我之所以瞒着你，是怕你有大额的金钱压力。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体贴居然帮我炸出了你这么个自私双标、无可救药的毒妇。本来我其实是想婚后就跟你坦白一切，再回归事业。不过看样子现在的你已经不配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少在老子面前演戏！你要真是什么总裁，今天结婚这么大的日子，为什么来参加的嘉宾全都是我们苏家的亲戚朋友？为什么一个商界的朋友都没有过来给你祝贺？假的！这些西装高管全都是你花1天200块请来的特约演员。对，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你们今天要是真豪门大户，为什么一个江生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不来捧场？快，再给老子快点！那可是星汉资本掌管生杀大权的商业之神陆总在楼上放婚礼，今天老子要是去晚了，我胡说以后在整个江省就别想再混下去了。胡总，我刚才在会场抓到了一伙冒充豪门的诈骗犯，他们伪造了星汉资本的钢印股权书，还拿了个高仿的曜变天门当做贺礼，非说是真品。我和我朋友气不过，当场就砸了。您快让人来抓人啊！你说什么？你说曜变天门禅被你们砸碎了？是啊，是被我和我朋友亲手砸碎的。这群人实在是太嚣张了，居然说什么他们手上的才是真品。我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就直接砸了。毕竟谁不知道真正的真品在您手上啊？行，我知道了。你和你朋友就在那里等着，我马上就过来。好嘞，胡总，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这伙人给跑了。去，立马联系集团的法务，看样子陆总这次结婚风波不小啊。是。子轩，我这边已经跟胡总通过电话了，胡总说马上就过来。真的？
暮雪，你听到了吗？你可千万别被这些演员给吓住了，这群人全是假的，都是演员。这合同肯定也是假的。苏暮雪，看在过去的3年里感情的份上，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不要再跟着林子轩这个疯子一起发疯了，否则你后果自负。子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后果自负？陆婷，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装？怎么样，陆婷？现在我不仅砸了你的假货，还撕了你这合同。我倒是想看看你到底能拿怎么样。暮雪，这还用想啊？这陆婷就是一个诈骗犯啊！什么总裁，什么归隐3年，都是骗你的。胡总的态度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吗？子轩，真的吗？暮雪，你就放心吧，胡总可是咱们江省的首富，他的态度已经说明一切了。你不信我，还能不信胡总吗？不错，胡总电话里已经说了，他马上就会过来处理这群诈骗犯。对，没错，陆婷可能会骗人，但胡总肯定不会骗人。苏暮雪，你真是无可救药。我真的到现在才发现，你就是个又物质又愚蠢的蠢货。住嘴！陆婷，什么蠢货？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在嘴硬！就是，陆婷，你真的以为我苏暮雪是一个真正在乎物质、爱慕虚荣的女人吗？今天在房门口，子轩找你要那点下车礼和开门礼，我不过是想要你一个真心娶我的态度，结果你呢？你居然雇佣几个演员来侮辱我的真心！今天在房门口，子轩找你要那点下车礼和开门礼，我不过是想要你一个真心娶我的态度，结果你呢？你居然雇佣几个演员来侮辱我的真心！废话少说，陆婷，暮雪已经把话挑得这么明白了，今天这婚礼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你这个诈骗犯也再也和暮雪没有丝毫关系，知道了吗？到此为止。林子轩、苏慕婷，你们不会真以为我在跟你们开玩笑吧？林子轩，这东西价值可是8000万，你最好祈祷你家祖上留了东西下来，不然你下辈子就在牢里度过余生了。至于你们2个，这么大的事故，但凡担点次子，我也绝对让你们吃不了兜里。还8000万，你这个骗子，吓唬谁呢你？吓唬？你当然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到我重新接任星汉资本总裁之后，我一定会把你们几个不知死活的垃圾送进大牢，牢底坐穿。告我们？陆婷，你不会还真演上瘾了吧？就凭你和你请来的这几个演员，还告我们？我看是我们要告你，让你牢底坐穿才对。光天化日伪造巨额假钞可是重罪。没错，陆婷，大婚之日你不仅打了我最好的朋友，现在竟然还要在众人面前告我，你简直太让我心寒了。今天我死也不会跟你出这个门，等胡总来了，你就等着进监狱吧。无药可救。苏慕雪，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地上的这些现金、这些金条，还有那盏耀日天目茶不是假的，你和林子轩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不可能，这些东西要真实的，我今天就算给你道歉又怎么样？暮雪，你别听这穷光蛋在这装模作样吓唬人，还坐牢，老子看他就是心虚了。陆婷，我还就告诉你，今天我不仅要把你这个诈骗犯送进监狱，你结婚付的那些钱也得给我留下来。留下来？林子轩，你还要点脸吗？什么不要脸？陆婷，我们家暮雪无缘无故的跟了你整整3年，她这3年的青春难道不是钱吗？就算是出来做钟点工，3年也不止3万。子轩，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暮雪，你快闭嘴，跟着我们回家，别在这跟着他一起丢线人眼了。苏姨，你和叔叔能别在这当叛徒拖后腿吗？我现在可是全心全意在帮暮雪争取她应得的利益。爸妈，你们别再跟着陆婷一起玷污子轩了。子轩是我最好的青梅竹马，他做这一切分明都是在帮我。帮你？苏慕雪，你能不能用你那进水的脑子好好想想，这林子轩分明就是在害你，还3年30万，
你真以为你是什么野鸡商品吗？陆婷，你个穷鬼，你骂谁是野鸡？3年3万块明价标价，可不就是按次卖的下贱野鸡吗？怎么，自己把自个儿当成了商品卖，还嫌别人说话难听？你个臭娘们，少在这放狗屁！陆婷，老子今天把话撂这儿，你的彩礼还有这30万的开门礼，你1分钱也别想要回去，这都是你骗我们暮雪应得的补偿款。对了，那套房子几十万房贷，也得由你来还。帮你们还房贷？林子轩，苏暮雪，我今天总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本子里的下贱。行，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也不屑要回。不过苏暮雪，2年前我们1周年纪念日时，我亲手送了你的那只玉镯，你必须马上给老子还回来。拿回腕子，你我彻底割裂了，从此死生不相往来。你说什么？镯子？陆婷，就你送破烂地摊货，还好意吹嘘说是你们家祖传的宝贝？我看就你这么个坑蒙拐骗的骗子，这镯子也不是什么好货。就是，暮雪，你瞧这破镯子，水头这么足，还这么亮，不用想都知道，绝对是用工业化学洋酸泡的有毒染色假货，戴久了指不定还得生大病呢。这种垃圾给我都嫌占地方。真是假？我懒得跟你们这群低贱的垃圾解释，赶紧把镯子还给我，现在马上还给你。陆婷，你算个什么东西啊？都送暮雪的东西了，你现在居然还有脸要回去？你到底还算不是一个男人？老子今天就是不给，你能拿我怎么样？林子轩，我最后再说一遍，把它还给我。哟，陆婷，怎么大白天你还想明抢啊？我还就不给你又怎么样？苏暮雪，看看你纵容的这个好木母，还不快让他住手！陆婷现在钱和房子都不要了，这镯子你们还要这样刁难他，你就真不怕你们2个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吗？苏暮雪，3万彩，车子屋我全给你们，但我劝你，最好是把这镯子还给我。这可是真正的顶级老坑帝王绿翡翠，我们陆家历代单传的传家之宝。今天我敢在这里摔坏1星半点，你们2个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是吗，陆婷？那我倒是要看看你陆家这传家宝到底值多少钱。传家宝，陆婷，你就给老子跪在地上一点捡回去吧。苏暮雪，你看看你这个所谓的好朋友，简直是丧心病狂！就算这婚结不了，为什么非得闹得这么难看？林子轩，今天我陆婷发誓，老天爷下凡也救不了你，我要你把这只镯子陪葬！是吗，陆婷？今天老子就是故意砸碎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你敢打我！打人了！快来人啊！陆婷这个家子穷光母子俩当众行凶，他家暴打了！我告诉你了，你们今天一个也逃不掉！老子现在就拿出手机打报警电话。警察把你们通通抓走了，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陆婷，你居然还打人！你根本就不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的天哪，那是经常上电视的八告集团老总江城首富胡硕啊！胡总他居然真的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不管了，无论如何，最起码得先把态度摆出来。陆总，老董事长，听说陆总今天大婚，这尊极品纯金佛是我特意准备的贺礼，恭贺陆总新婚大喜！什么？不是说胡总是来打假陆婷的吗？怎么会向陆婷鞠躬？胡说，你有心了。不过今天这个礼物用不着了，
你收回去吧。假的，全都是假的！暮雪，你千万别被这老小子给吓住了，这绝对是花冤枉钱、群谋冒充路的假首富。他要是江城首富胡硕，老子今天当场就把地上的玉镯碎渣子全吞下去了。子轩，他真的是假冒的吗？废话，你动脑子仔细想想。掌管千亿资产的超级财阀大总裁，能心甘情愿在你们苏家洗衣服做饭，当了整3年不工作的窝囊家庭主妇，这种脑残狗血剧情，只有在无脑短剧里面才会出现。他们今天弄来这堆道具，就是为了把水搅浑。对，子轩说的一点都没错。陆婷，你这个下贱的臭保姆，差点又被你们这群雇佣演员的穷光蛋给合伙了。什么狗屁江城首富，什么千年金佛至宝，老子看完这页根本就是从拼多多上花9块9买来的地摊货，跟陆婷刚才那只化学染色的破玉饰品一模一样，全都是假的不能再假的假货，赝品而已，也敢拿出来献宝？胡说八道！在江城，谁敢冒充老子？老子这尊至宝却是经过国家特级文物专家鉴定，带有绝版防伪证书的真家伙。证书？老子现在严重怀疑这几箱假钞和铜条都是你们这些黑恶势力非法印刷出来的。你们这些搞连环诈骗的犯罪团伙，伪造想要个破假证不简单，少跟老子在这装，简直是不可理喻，蛮不讲理！讲理？你们刚才为了摔个化学染色的破玉镯都敢参与这打人了，现在居然还敢有脸和老子说讲理？今天老子就是要彻底拆掉你们的西洋剑！他们敢砸老子的千年之宝！联系最好的修复专家，必须修复这尊佛像。如果给老子修复不好，今天老子弄死你全家！你们是黑社会啊，上来就下孔打人！我反而是跟陆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先找的是敌你，你凭什么反怪罪到我们头上？胡总，您来了，我是我们城店的拍卖长大刘啊！我刚刚发现了假古董的线索，我马上就上报了。你说的假货在哪儿？胡总，你看，在那儿呢。胡总，你别生气，这2个穷光蛋今天碰上我，也算是遭了报应。他们为了在这里塑造富豪神社，居然还用了几个防震箱的道具假钞，连房产证也都是伪造的。胡总，打假，老子打你妈个头！胡总，疼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我什么也没有干啊！胡总别打了，胡总，你是不是打错人了？老子打的就是你这个睁眼瞎的狗东西！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这个狗日惹了胡总，你害死老子了！立刻给胡总跪下道歉，不然老子今天弄死你没完！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蝼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站在你们面前的陆婷，陆总就是一句话，能够彻底掌管整个江省商界生杀权运的星汉资本1/3传奇帝国 CEO。而这位被你们这2个畜生指着鼻子痛骂作穷老头的长辈，就是星汉资本至高无上、坐拥万亿身家的至尊掌门人唐明远，唐老董事长。暮雪，你千万别信他们。陆婷他到底是总裁又怎么样？他隐瞒身份整整3年，不就是防着你们家像防贼一样吗？无知的小丑，给我闭嘴！光是今天你打碎的曜变天门残，还有胡硕送来的那尊千年金佛，总价值就已经超过了1个亿。陆婷，这群垃圾的生杀大权，老头子今天全部交给你来对付。求你放过我！这其实都是李子轩这个畜生的主意啊！是他有意无意让我找你要天价
大下车礼和开门礼的，全都是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啊！苏慕雪，你这个双标贱人！明明是你自个儿贪财，你竟然敢卖我！陆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别抛弃我，这婚我们继续结，婚礼继续办，好不好？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听林子轩的了。好期望三代，恶妻毁三代。苏慕雪，就你这种自私双标、无可救药的猪脑子，别说三代，30代都不够你一个人败。凭你，也配染指星汉资本的总裁夫人之位？苏慕雪，看在苏叔叔和苏阿姨过去3年对我还算客气的薄面上，今天这上亿的损失，我免去你的民事连带追诉，你给我滚！但是林子妖特助，通知集团最高法务团队，对他全权起诉，我要他把牢底坐穿，绝不姑息。是陆总，法务部立刻全盘死诉。通知董事局全体高管，立刻召开全集团最高董事会。星汉资本的主人回来了。陆婷，这张黑金卡不设额度，你先拿着。这一周你什么都别想，好好调理休息。下周一，你正式接管江城分公司的全部核心业务。想起过去3年天天围着灶台，为了几百块买菜钱被苏慕雪辱落的保姆生活。回公司接业务，说实话，这3年天天洗衣做饭，面对那些1000亿级的跨国合同，我还真有点生疏了。生疏什么？整个星汉资本未来全都是你的。你重新回公司，那是全集团高管和董事局的荣幸，谁敢说半个不辞？对，陆婷，吃一堑长一智，大丈夫之志应如长江之水东奔大海。过去的已经过去，往前看才是男人该做的事，明白吗？师傅，我明白。过去的陆婷已经死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分公司，正式宣布你的回归。好。恭迎陆总回归。相信大家都知道，这3年我隐姓埋名当了3年的家庭主夫。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我的能力，但我想说的是，雄鹰绝会因为短暂的休息而丧失锋芒。所以接下来江城分公司的命脉都由我亲自把控，争取以后做成下一个总部。明白了吗？明白。既然陆婷已经决意留在江城，那现在我宣布，正式任命陆婷为星汉资最高执行总裁，并在接下来的1年里驻扎江城，全权负责江城分公司的一应事务。恭喜陆总！劳动市长，陆总，法务清算已经全部完毕。那个林子轩因为打碎了曜变天目禅，还有胡总的金佛至宝，以及恶意的敲诈勒索，他全家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商铺和银行资产都已被警方依法全盘强制封死、彻查冻结。他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陆总，至于苏慕雪，因为您网开一面，所以我们并没有追究他的连带责任。相信前几天的事情，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了解。不过，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不动苏慕雪，是因为不想脏了老子的手，更是要让你们这群分公司的下属心里都明白一件事：我陆婷有宽恕众生的菩萨心肠，但手底下也绝不缺雷霆万钧的金刚之怒。以后谁要是敢在老子的眼皮子底下造次，林子轩就是你的下场，明白了吗？明白，陆总。完了，一切都完了。陆婷这次竟然玩真的，他真的不要我了。凭什么？他服侍了我3年，怎么能说走就走？
他怎么能这么无情？陆婷还在江城，而且还在要江城待整整1年。我就知道你是在跟我演戏。陆婷，你果然还是舍不得抛弃我，你内心深处根本就离不开我苏沐雪。星汉总公司明明在帝都，你堂堂一个万亿财富的超级总裁，却故意留在江城这个小地方不去总部，不就是为了找机会跟我复合吗？你之所以在婚礼现场不见我，只是因为被紫萱要开门礼气到了。你一个大总裁拉不下脸主动作罢，你分公司现在就是缺一个给你下楼的完美台阶。对，陆婷，你就是缺个台阶，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一个台阶下。全网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沐雪，是星汉资本唯一传奇继承人陆婷相恋了整整3年的正牌未婚妻。就在今天我们办婚礼的大喜日子里，我刚刚查出自己已经怀了陆婷的骨肉，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陆婷因为了回家去接掌她家里的万亿财产，竟然在婚礼现场对我始乱终弃。他为了金钱利益，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无情抛弃，直接在婚礼当场无情悔婚了。我的天啊，这也太炸裂了！主播哭得这么伤心，这个星汉总裁肯定是无良人渣，太过分了！我就知道这陆婷不是什么好东西，抵制！全网抵制这个始乱终弃的狗男人！陆总，出大事了！网上在10分钟内突然出现了一波针对您个人以及我们整个星汉集团极为不利的恶性网络舆论风暴。慌什么？天还塌不下来。说，到底怎么回事？陆总，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正在直播，目前全网都在盲目抵制我们星汉集团的所有产品。家人们，我今天在直播间里开撕，不是为了要他多少臭钱，我苏沐雪跟了陆婷整整3年，我只想要个娶我的态度啊！可结果呢，换来的却是星汉资本这种豪门恶毒势力的联手欺压，简直是畜生！这种万亿身级的大老板，居然是个吃干抹净的渣男！支持主播维权！他们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婚礼现场当众毁，就是想逼我低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求全网的家人们替我做主啊！陆总，不好了！那个苏沐雪在网上的言论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网络舆论，就在刚刚，全网已经掀起了疯狂的抵制王朝。抵制？他们能翻出多大的浪花？陆总，咱们分公司今天刚刚签下的36个大客户，刚才全部发来了问询消息。他们说，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将重新考虑和我们的全部商业合作啊。陆婷，你给我说句实话，那个女人肚子里到底有没有怀你的孩子？怀我的孩子，简直是滑稽透顶。芳姐，师傅，这3年里，苏沐雪口口声声拿着她那所谓传统保守尊重家庭当借口，我陆婷在婚前可从来就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她现在口中的怀孕，纯属最无耻的凭空捏造。既然如此，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陆婷，既然她自己急着找死，那我们今天就成全她。特助，立刻动用集团的最高级别公关危机，全盘保存苏沐雪的直播证据。是，大夏小姐。另外，再联系警方雷霆介入，我今晚就要让这个蠢货进去。妈，你们看到没有？现在全网的无脑网友都在一边倒的支持我。星汉资本哪怕再有钱，为了挽回他们那万亿集团的声誉，陆婷明儿也肯定会像条死狗一样，跪着带上千万豪车，亲自来求我复合。沐雪呀，你知不知道，你这可是毁了人家总裁的声誉啊！陆婷那么有钱，你这么干会出大事的。沐雪，你这一次真的太过分了，你这就是在犯罪，你知不知道？违法又怎么样？那个臭保姆难道还真敢找警察来抓我不成？妈，你就等着吧，
等陆婷回心转意，我们马上就是顶级豪门太太，你就等着享清福吧。你就是网络造谣者苏沐雪吧？跟我们走一趟。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我可是王氏集团的少夫人，陆婷未来的合法妻子。少夫人，这里是我们在网上搜集的全部帖证，这里有你恶意歪曲事实，在各大平台造谣我星河资本，伪造官方文件、非法刻章以及组织网络暴力等多项重罪证据。有什么话回看守所去交代吧。苏沐雪，你这个可恶的臭婊子，你把老子害惨了，你把我们全家都害惨了啊！林子轩，你个贱人，你还有脸骂我？要不是你在婚礼门口当搅屎虫，天天教唆我作死要天价彩礼，老娘现在早就是身家万亿的星汉总裁夫人了。是你亲手毁了我的豪门国泰坊！放屁！明明是你自个儿贪财。早知道陆婷是只手遮天的万亿大总裁，老子在3年前就应该直接把你卖到大山里去，换个机会跪在陆总面前当狗。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下贱货！在外面你是个高傲校花，在这里面你什么都不是。看老子今天先打断你一条腿！各位媒体记者，针对近日网上某些不实造谣，我方今天正式公布全部真相。这是苏沐雪婚前至今的医院特级清白体检报告，证明陆总与其从未同房，所谓的怀孕纯属无耻捏造。造谣者苏沐雪与林子轩因涉嫌恶意诽谤、敲诈勒索及组织网络暴力，昨日已被官方依法刑事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最高重刑。恭迎仲裁重归星汉。另外，老头子我今天正式宣布，星汉资本总裁陆平将于1年后与我们集团唯一第一继承人千亿女神唐若冰正式举行惊动全球的世纪大成婚。真是有眼无珠的极品！姐妹们快瞧瞧，这就是那个放着身家万亿的神仙不要，偏要去听信绿茶男闺蜜挑唆的脑残蠢货，可不是嘛？天天在牢里吹嘘自己差点当上万亿阔太，现在看看人家娶的千亿女神，再看看你自个儿，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土鸡！那本来都是我的位置，